他来了，他带着 SCP 盘点走来了。今天我们接着盘点 SCP 10大逆天小女孩，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补充，也希望大家能够3连支持一下。SCP-191 机械女孩。 SCP-191 是一名人类女童，她是在一次基金会特工和全球超自然联盟的联合行动中，在一嫌疑成员的实验室被发现回收的，并被安置在17号站点的一间6×6米的房间内。SCP-191 的外表让人感觉害怕，胸部左半80%的皮肉和头骨都被移除，眼睛和耳朵被复杂的接收系统所替代，看上去已经失去了大部分人的模样。由于牙齿、咽喉、气管等器官都被移除替代，因此他根本不能正常的进食，只能通过往脖颈后方的金属管注射生理盐水来维持生命特征。他也同样无法进行言语交谈，偶尔会用急促的呼吸发出哀伤的声音。更糟糕的是，由于组织的暴露区域对于受伤和感染十分敏感， SCP-191 还需要每天定量使用抗生素和镇痛剂来缓解痛苦。不过好坏参半，这些改造使得他能感知宽频谱的电磁辐射，也能抵抗电磁脉冲，身体系统在衰亡后似乎也能再生。当然，这种再生对他究竟是好是坏就难以下定论了。 SCP-239 巫魔幼女。 SCP-239 是在出生后3小时以医院大爆炸幸存者的身份被基金会收容的，并在接下来的8年中，在基金会的抚养下成长为一名身高1米、体重20千克的小女孩。她有着可爱的外表以及和外表完全不符合的超强实力，一双闪烁着灰绿色调的眼睛能够放出未曾发现过的辐射，这些辐射在高强度时甚至会分解亚原子水平的物质。最可怕的是，她有着一种心想事成的能力，能够改变身边事物，甚至可以创造和影响活物。比如曾经他就因为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而创造了一个圣诞老人。有关于巫魔幼女最出名的报告是有关于克里夫博士的。基金会为了抑制巫魔幼女的力量，欺骗 SCP-239 是魔法少女，归属巫师议会管辖，而天启4博士中的克里夫博士则被定义为负责处罚违法行为的大巫师。一天， SCP-239 出于同情而将一个死亡的鸟复活了，心里产生了一种恐惧，认为自己会因为滥用能力而被巫师克里夫博士杀死。这种思维影响了现实，使得克里夫博士真的产生了杀死 SCP-239 的欲望。这导致一场基金会内部的乱战，最后已由克里夫博士失败了。基尔斯博士重新让 SCP-239 毁灭为止。由于安全性考虑，目前巫魔幼女被安置在17号站点的一间6×6米的房间内，并且处于永眠状态。任何情况下，对象都绝对不可以被唤醒，任何试图唤醒 SCP-239 的人员都会被立刻处决。SCP-706 完美雌人偶。 SCP-706 是一名12岁的欧美女孩，被发现于德克萨斯的一所住宅的密室中。发现时周围环绕着数打陶瓷玩偶和数套高档瓷器残具的残骸。她和寻常的欧美女孩没有什么差别，唯一不同的是她的表皮十分脆弱，完全由陶瓷构成，一旦发生撞击甚至过度动作时都会破碎或裂开，并且会给主人带来剧烈的痛苦。这时候她只有在吃下瓷土等材料后才能重生其皮层。如今它被放置在人形生物收容区的一个改造了填充墙和最小锋利边缘的人形收容隔间内，每日除了常规饮食之外，还需额外提供 1.2 公斤的瓷土和瓷釉。SCP-1076 唯一的孩子。 SCP-1076 外表是一名年龄介于3至5岁之间的儿童，外表肮脏，头发蓬乱，赤脚且衣着破乱，没有表现出任何语言能力，声音表现仅限于单纯的呼噜声、叹息声，受到惊吓时的大声尖叫和哭泣，有着严重的营养不良以及身体虐待所造成的淤伤和疤痕。他的异常体现在一旦有一对父母发现 SCP-1076 遭遇了明显的危险，这对父母就会对 SCP-1076 产生一股排山倒海的同情，并且将他带回家。不仅如此，当校方或社会福利人员注意到这个孩子后，
这些官方人员也会变得沉迷于为 SCP-1076 谋取福利，并且忽略掉那些原生的孩子。因此，一旦 SCP-1076 驻扎在一个家庭中，它就会开始以垄断父母的注意力来排挤原生的孩子，而这些原生的孩子则会被疏于照顾，变得营养不良、忧郁、阴沉，并且自闭，甚至最后死于饥饿或其他疾病。SCP-2118 遗言女童。 SCP-2118 是一名有着橙色头发和浅灰色瞳孔的人类女孩，在右脸颊有一9厘米长的伤痕。她称这是在多年前被一陌生人在街上所伤，但不愿透露此事细节。虽然她完全能正常说话，但还是习惯于以 ASL 进行交流，有时也以书写交流。SCP-2118 的异常功能表现在，一旦它遇到一些特定的人员面前，就会发出一种异常声音。这声音不是 SCP-2118 本身原有的声音，而是这些已死亡的子女在其死亡时所发出的声音，比如溺水死亡的孩子的溺水、窒息以及喉管水肿下的声音等。SCP-2118 完全清楚自己所说的话语异常和这种声音对那些丧子父母带来的痛苦，也会在其说话期间以手语表达歉意和正常交流。目前 SCP-2118 当前收容于以标准人形收容间内。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 SCP 系列大佬，别忘了3连支持一下，3连对推荐真的很重要。最后，欢迎大家继续补充这个系列，关注我，咱们下期不见不散。